这是什么阵仗？谁有这么大的魅力，把大家都吸引到这里？巴巴小皮就是竹旗88号的极度濒危的物种皮嘴鹬，全球不到500只。它是2019年6月在俄罗斯东北边的楚科奇半岛被研究人员释放的。左脚系有浅绿色竹旗，上面印有黑色编号88。这是我在2020年在台南将军湿地拍到的小皮，同一只也是巴巴小皮。接下来2年它都没有再出现，今年才又被在七股发现。起初我以为它是在将军湿地，找了2天没找到，后来才得知它在七股湿地，于是开始了寻皮大作战。这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来拍，除了巴巴小皮的名声响亮之外，这里比较近，约在30到50米左右，同时比较好找，因为通常来的小群大约10到20只左右，不像将军湿地几百上千只小鸟，找起来这里是相对容易。这次是我拍鸟以来最辛苦最可怜的一次，因为我连抓了6只乌龟。3月25日星期六得知皮嘴鹬的消息，以为在将军湿地，结果人家拍得很高兴，我找得很高兴，那自然是共估了。3月26日被 Google 导航带错了方向，没找到点。于是我到将军湿地，因为过去都是在这里发现的，有好心鸟友带我去七股的现场，下着小雨，海风很大，也是共估。3月27日礼拜一下午2点多到达现场，当时皮嘴鹬就在现场，于是我急忙架炮找鸟啊，气喘吁吁，还没找到它就飞了。听说12点多就来了一坨，真是扼腕了。等到5点多都没再出现，算是第3只乌龟了。这只乌龟抓的冤枉啊！3月28日礼拜二，我再提早一些，12点就到了。今天天气晴朗，阳光普照，拍鸟的阵仗比前2天都大，不下100炮。心想，这种光线拍起来一定很棒，大家摩拳擦掌，拭目以待。结果一整天小皮都没有出现，100人共估团被喊得响亮，我第4只乌龟上手。3月29日星期三，我不死心，再提早一点，早上11点左右就到了。结果小皮10点42分出现，停留了20分钟，刚走。有这么整人的吗？以前不是都在中午以后出现的吗？真是气死人了！又是守到5点多，海风凛冽，我是穿上雪衣的，已经抓了5只乌龟了。明天
还要来吗？结果看到通知，自3月31日至4月6日，为了配合海巡署调查海边浮尸案，人车禁止进入。那只剩明天30号可以进入了，好吧，明天再来一次，算是有始有终吧。已经5点多了，还有不少人痴痴的等。这里风有多大呢？3月30日，我10点就到了，最后再赌一把。11点左右，一群约20只的小鸟进来觅食。好家伙，仔细找，没有。其实不用仔细找，看大家的反应就知道了。里面最多的是红胸冰玉，另外有3、2只东方环颈鸻。这只比较大的是转繁殖羽中的黑腹冰玉。已经下午4点了，看来是要抓第6只乌龟了。这次的经验真是惨痛，每天都花5个小时以上，还等不到。过程中也听到了不少鸟友的辛酸史。有一位说，他昨天先是在大雪山想拍火冠带菊洗澡，后来听说七股小皮不错，下午1点多就赶下山。结果大雪山下午2点多，火冠带菊下来洗澡了。他来到七股，当天共估了2头落空，回到家里抱着棉被大哭，到现在棉被还没干呢。还有一位台北的鸟友下来3天，第1天早上7点就到了，结果那天鸟没来。第2天早上去了一下布袋，找北环颈鸻没找到，去将军湿地拍了一下灰胸秧鸡。听说小皮来了，赶快赶过来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第3天只好乖乖的一大早7点钟又来到现场。可惜呀，我离开时他还守在那里，真是可怜啊。但总比我连共6次好些吧。还好有先前的小皮画面垫个底，不然真是没法交代了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